一本诡异的无字天书却被小夫解读成世界末日的预言书，眼看世界变天，大雄、小夫二人又该如何救下小镇众人呢？满天乌云密布，完全打乱了蓝胖子跟小咪约会的计划。目送着蓝胖子离去，大雄回到房间，就看到了一本看似不简单的书，结果内容全是些大雄理解不了的鬼句子，但只有48页，后面就全是无字天书。大雄集思广益，翻起最后一页的黑色的一天，魔女发怒，什么结束真可怜。静香认为这是暗号教科书，胖虎却认为这是世界梦话全集，只有小夫一本正经的觉得此书似曾相识，可就是想不起来。大雄倒是个乐天派，决定等蓝胖子回来再问个明白。回到房间准备来个回笼觉，小夫就破门而入，因为小夫发现了书的秘密，这是一本预言书，能准确预测灾难和事故，甚至可以预测到世界灭亡。大雄听到这段诡异的推测，小脸吓得铁青。可打开书，看到大猩猩从狐狸手里夺走机器鸟后，小夫也翻开了今年的大新闻，竟然发现长得像大猩猩和狐狸的人的劫机事件。而公共汽车看到狐狸的新闻，也在预言书里找到了公共汽车沉没的句子，这绝对是本预言书没跑了。如果预言书只有48页的话，那算下来今天就是世界末日。黑色的一天，魔女发怒了，指的不就是现在的天气吗？而小夫一波神推理，认为魔女就是彗星，今天这是要彗星撞地球啊！想到地球毁灭，大雄吓得大汗淋漓，打开时光机就要先逃，可时光机不见了。跟小明约会也用不上时光机吧？难不成蓝胖子先一步逃走了？两人化身救世主，决定能救几人是几人。可世界毁灭也挡不住静香学习的心，更让胖虎以为今天是愚人节。没办法，把反国栋的重任只能自己来完成了。可一产、两产、三产，99、81产过后，2个小学生终于顶不住了，现在就差搬运食物了。大雄回到家，嗖，差点没把家搬空。路过客厅，看到鲸鱼搁浅的新闻，更是让大雄深信不疑。临走前，看了自己攒了10年的漫画，大雄忍痛割爱，把比命更重要的漫画都送给了小伙伴。食物到位了，可大雄还是想着小伙伴。但小夫还没忘记刚才被众人嘲讽的嘴脸。这时群鸟出巢，天色诡异，世界末日终于要来了。人可以自私，但当危险来临时，就只能有大义。两人再次奔走告知，却再次处处碰壁。本以为要靠学霸说服大家，可学霸一波反向科普，差点让两人着了学霸的道。既然这样，两人只能抛下众人了，可却碰到了气冲冲的蓝胖子。原来他坐时光机去了阳光明媚的昨天，跟小咪约会了。而那本预言书其实是蓝胖子的日记，是去年流行一时的暗号日记。大雄看不懂的那段原来是倒着写的，而大猩猩从狐狸那儿夺走机器鸟，其实是胖虎抢走了小夫的遥控飞机。公共汽车安静的沉默了，就更离谱了，竟然是大雄勇闯温柔乡的故事。而那句黑暗的一天，魔女发怒了的世界末日预言，竟然是考了0分的大雄被老妈批。而之后的无字天书，只是蓝胖子最近比较懒而已，误会看来是解除了。可空地上群鸟出巢，黑猫路过，妖风作祟，却让小伙伴们不再淡定了。这下大雄要如何解释才能平息世界末日的谣言呢？